哥，沈公子，鬼头鬼脑偷窥人家沐浴干嘛？你就不怕长针眼啊？我是来找公孙大哥的，谁成想你在这血洗你！这是驱邪避鬼的神谕，灵着呢。你找人一边找去。去。可有惊喜？有惊无喜。快进来吧。哎，阿策。可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呀！什么时候起，展少侠你竟有了偷窥别人洗澡的癖好啊？你又乱说，都怪你换房鞋也不知会一声，害得我在沈寒面前出怪露丑。这客栈虽透着古怪，但没想到竟然还传出闹鬼之言。敬沈寒一场酒醉，白瞎了好好的一间房。谁让你们两个大惊小怪的凑在一块儿了？一个怕灰，一个怕鬼。就是，好像你也怕鬼吧？才没有！现在是公孙大哥，明明知道不妥，还非得住那儿。反正公孙大哥不能住这种屋子，咱们赶紧找人换一间吧。原来展小昭这么担心我呀，真叫人感动啊！你知道就好。不过这回是找我了。若是还有人愿意换房，沈寒何必去睡酒觉？况且我也想见识见识，这鬼会如何作祟。感情你来这儿是要钟馗捉鬼，你当自己是公孙馗呢？我捉的就是你这只胆小鬼！你又弹我脑门儿，我这是脑瓜又不是南瓜。就是。哎，我素来不信鬼神之说，可是现下凶手已大开杀戒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。哎，要是不行的话，你去我们屋凑合一晚上吧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我与其和你凑合，还不如赶紧去楼下探探虚实，早日转危为安。来，江兄。哎，包公子，公孙公子，那边请，饭菜马上就齐。诸位先喝口茶，压压惊。啊，来，喝咱们的。来，您喝茶。看，再看头发给你薅下来。夫人息怒，我就是瞧瞧菜色，瞧瞧啥菜。死性不改的东西。你慢用。不瞒你们说啊，这巴东真香茗乃杜大人的私货，杜大人死之前特意吩咐我煮下的。巴东真香，你别说，还真的很像。哈哈，您信我的准没错，就像那迷迭香催命一事，不也是被我猜着了吗？先前竟未发现我何二还有这破案的潜质啊！哎，我想把这案子写本书，书名就叫做《包状元大战智小二》。哎，或者是覆粉河郎包相公。哎，要不干脆叫包二之今生今世，这书啊一定大卖。你写书就写书，何必要带上包大哥？哎，客官请慢用。谁让咱们是一伙儿的呢？哎，
慢用啊，慢用。来，给您添点水。哎，小二，啊，这画像上的媚丹峰明明是个美人胚子，为何却传说她成了无脸女鬼呢？我看你是唬人的吧？你不妨说清楚这血魂灵到底什么来头。哎呦，真是裤裆上抹黄泥，不是屎也是屎。你们就是寻遍整个应天府，都找不出比我更纯真的人了。我哪能编瞎话啊？粗言秽语，如何下凡？别管他，他这人有吃饭气。您接着说，那血魂林是怎么个诡异法？哎，传闻20年前，从京城到应天府相继发生丹峰杀人案，好多人忽然离奇被杀，他们的尸体旁边总会留下一片沾着露水的枫叶。后来皇城司的人查出，凶手正是京城名妓媚丹峰。但还未将其捉拿归案，这媚丹峰突然神秘失踪。待到过了大半年，有人在血魂林发现了媚丹峰的踪迹，可此时他早已和先前判若两人，不仅形似骷髅，而且是神童幽魂呐。那后来呢？去过血魂林的10个人中，就只有1个人逃了出来。他回家将此事道出后，便一命归西了。等官府的人到达血魂林时，却发现媚丹峰早已离奇，一夜凋亡。只见他面目暴裂，千疮百孔，听说当时那模样，比鬼还瘆人呢。媚丹峰若是投环而死，又何至于会毁容呢？那会不会是风魂白骨杀所致？哎，你们说，会不会吊死的不是他？毕竟脸都没了，那死无对证啊！当时官府的人也怀疑那是个替死鬼。后来不知从何时起，便有了凡深入血魂林者，必将无人归还的传言。哟，这20年前的密事，你竟能一清二楚，真是怪啊！哼，嗨，就你爱大惊小怪的，这都是我三婶告诉我的。当年逃出来那个人，正是我三叔。那你可知道袁大人的暴毙详情？说起这事儿我就来气。1个多月前，他在血魂林里突然失踪，此后的客官不是来看热闹的，就是住一晚上就跑了的，逼得我将客栈重修了一番。夫人，明天一早我们也赶快溜吧。你往哪儿溜啊？船都没了。哎，我看这媚丹峰跟孟夫人倒是十分相似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照着您画的昔日芳容呢。您说怎么这么巧啊？嗯，我怎么知道啊？夫人，不吃了。
吃，你就知道吃，感情不是你和那惨死之人长得相像，半点没有感觉是吧？孟老板，孟老板一身气派，不知道做的什么生意呀？孟某不才，虽然有10几家铺面，却不过做点胭脂水粉的小生意罢了。哇，10几家店呢？不知道是什么名号，都开在哪里呀？奴家正缺脂粉呢。怎么了，江兄？好像是吃坏肚子了。来，喝酒缓缓。哎，实在疼得厉害，不能喝了。暖一暖，说不定就好了。哎呀，别吃了。诸位，先失陪了。哎，这……胡连连，你家菜竟然能吃坏人？本店的饭菜可都是干干净净、清清白白，你少在这儿造谣重伤。这菜没什么问题吧？上官将军，您别信那南天贼的，都是一个锅里出来的菜，要有问题，肯定都出问题了。重新做份饭菜，送到本将军房间。哎，是。我吃饱了。哎，你们这就不吃了？你继续吃吧，我去看看阿策。哦，等等我。白姑娘，我与你打听个事儿。何事？吃，你继续吃，边吃边说。江湖儿女不打不相识，你不会因为那么点小事就记仇吧？怎么会呢？你想问什么，你就问吧。白姐姐，咱们姐妹之间说一说私房话，你可不许传出去哦。姐妹，公孙公子可曾婚配呀？他没成亲，但有没有婚约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这一路上许多女子都喜欢盯着他瞧，你也喜欢盯着他，为什么？芝兰玉树一般的翩翩君子，只要眼不瞎，都会喜欢的吧？那我大概是瞎吧。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喜欢抬杠啊？其实皮相不是最要紧的，主要是他身上有一种禁欲戒情、不容侵犯的气质。啊，你懂的。新什么月啊？10月？不想聊就不想聊，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啊？切！哎，师傅说的没错，山下人的脸真是瞬息万变。还吃？走了。想不通，
江公子身子再虚弱，也不至于吃了饭菜之后立刻就腹泻吧？说饭菜没问题，谁信？我看客栈里人手不多，大概是菜没洗干净，或者是他自己对哪个菜过敏呢？吃个馒头垫垫。吃不下。公孙大哥，你哪儿都好，就是事儿太多，嘴太欠，还好逞强。我看你吃不下饭，一定是被那鬼屋吓的。说你蠢，你还不爱听，自己那点毛病和心思，偏要借着别人的由头说出来。小小年纪，活像老太太上鸡窝。你，包大哥，他骂我是笨蛋。阿策，你要不还是在我们这里凑合一晚上吧。想到关于你那间屋子的离奇传言，我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。怎么，你堂堂副粉河郎包相公，竟也相信那胡咧咧的鬼话？一闻传说自然不足为凭，但媚丹峰画像上的2句题诗却微言大义。魑魅未解丹峰意，魂归白鹿无终极。这不是媚丹峰的意思吗？正是。除此之外，其诗还另有所指。魑魅乃木魅山鬼，丹亦是血色，再加之一魂字，便可暗指血魂林。无终极因为无极客栈之意，此诗既弦外有音，因而就只剩下白鹿一词未做解释。或许这正是解密20年前的点睛之笔。第2炷香刚刚起燃，杜大人便引出画像，又随即被杀。不难想象，这都是寄信人蓄意谋之。我们要不要将匿名信之事禀报上官将军？这凶手实在猖狂可恶。暂时不妥，上官将军已对我等心存芥蒂，并强令我等不得再插手此案。此事一旦如实相告，只怕会适得其反。也是，万一上官将军就是寄信人呢？我们不是自己往狼窝里拱吗？谁知道他是疑神疑鬼，还是贼喊捉贼？若非亲眼所见，在下实在不敢相信，凶手竟能在你展少侠的眼皮底下逃之夭夭。你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当时正准备盯梢杜大人的时候，江公子恰好被他拒之门外。杜大人，咱们那个事情可是报仇他们？看那样子，杜大人像是被切得不轻。你们说，凶手会不会是江公子？江玉虎？不无可能。自打江玉湖随我们入住客栈，匿名信、迷迭香和人命案便层出不穷。他要真是冰湖玉池，那杜大人为何会迁怒于他？那他是如何在离开之后杀掉杜大人的呢？无论是何手法，凶手必会假装掩饰，越是掩饰，便越会露出马脚。一波方动，万波随，恐怕接下来都是惊涛骇浪了。看来事情不简单呐。此事莫非与发榜之人有关？
你说出赏金榜这事，不会惹怒了那人吧？把人引到客栈，我们的任务就已经结束了。赏金榜的事，旁人一查便知。说不说有什么干系？我们又不曾坏了规矩。更何况，白白一个人情，不卖白不卖。你就不怕别人出卖了我们？他们不会。哎呀，我看你是被公孙策迷了眼。哼，信男人还不如信鬼。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包大哥，快起来！包大哥，包大哥！知道你是谁，虽然你换了张皮，但我知道，那就是你。是我？怎么是你啊？我还想问你呢。嘘。阿荣姐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没睡着，听见动静出来看看。
刚才那女子劫持梅兰风，你说她究竟是人还是鬼？鬼我倒是没见过，听说公孙策屋子闹鬼，我怕今夜睡着，明天他就不声不响的凉了。他现在睡的肯定比谁都响。不知怎的，刚刚我们的屋子也跟闹鬼似的，幸好只是虚惊一场。安然姐姐，你早点睡吧。我先守着吧，反正我1、2天不睡也没什么影响。好，那你小心。你们也多加提防。嗯。包大哥，包大哥，快醒醒，包大哥，包大哥，包大哥，快醒醒！展昭，你要吓死人啊！包大哥，你睡得也太沉了吧？昨天夜里，房间闹了半宿的鬼。闹鬼？是啊，我半夜起来如厕。听见不知哪里发出奇怪的声音，好久才消失。还有，我从茅房回来的时候，看见媚丹风了。媚丹风。紧接着，胡掌柜的房里就传出了宛如女鬼一样的笑声，可瘆得慌了。媚丹风。不过孟老板来得太快，我只听见胡掌柜说：“我知道你是谁，虽然你换了张皮，但我知道。”那就是你，包大哥，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除了阿软，这间客栈中的女子便只剩下南天竹、水姨、孟夫人和清明。只是不知，胡掌柜所说的那张皮是红颜暗老，还是今非昔比？万一媚丹风还尚在人世，会不会就是他们其中一人？不好说。不过捉鬼还要找主人，这件事还得去请教你公孙大哥。好。包大哥，起。走。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。君之智慧竟不过尔尔，一切尽如预计，我已觉乏味。第3回合，望君全力以赴。血魂林。不过一夜的功夫，凶手又迫不及待的要动手了。这封信来得悄无声息，该不会真是媚丹风所为吧？你房间昨晚没有闹鬼吗？昨晚赶路太累，我一沾枕头便睡着了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真奇怪，该闹鬼的房间没有闹鬼，反而不该闹鬼的闹了。昨天晚上我们的房间发出怪异的声响，过了好久才消失。公孙公子，这是为您新换的茶具。按照您的吩咐，每件都在汤过半炷香后清洗3遍有余。鬼你都不嫌弃，你和杯子较上劲儿。亏你还人称白姑娘，怎么和包黑炭一样糙啊？哎，清明姐姐，你知不知道公孙大哥这间屋子最后一次闹鬼是什么时候？他这间屋子不闹鬼啊。那沈公子怎么死活都不敢住？
太医醉酒啊，处处生威。荷儿没告诉你们吗？包公子那间才闹鬼呢。啊？什么？不会吧？要不今晚咱们在公孙大哥这间屋子挤挤吧？是。换房间可以，想和我挤在一起面谈。包拯，我跟你们换房间吧。那多不好啊！再怎么样也不能让你住那闹鬼的屋子呀。没事的，好歹我从小在安里长大，会画些驱鬼符什么的。哎，你有驱鬼符，昨天怎么不拿出来？包黑炭是人，我就不是啊。我亲自给你守夜，你竟敢看不上眼？我不比驱鬼符好使啊？你好使，你好使。再说，我常听师傅说祸害1000年，我掐指一算，你命长着呢。伶牙俐齿的公孙公子竟然也吃瘪了，稀奇啊，稀奇！你少在这幸灾乐祸。阿仁姐姐，驱鬼符是不是真的有用啊？不知道，我从来没用过。哎呀，死马当做活马医吧。一会儿你多给我画几张。没问题。包公子，哎呦，你还在这儿啊，吓死我！怎么了？硕嘴里又出现迷迭香了？不是，我还以为您不理我了。啊，合着你一大早往爹跑过来，就是为了看他理不理你啊？怎么，你担心他被鬼屋给收了？您真会说笑，我都盘算好了，那鬼屋啊，必须得留给包公子住，否则那闹鬼之谜就没法破了。你这招也忒损了。所以你宁可看沈公子将错就错，也不告知实情。哦，差点把正事忘了，我来啊是告诉诸位，上官将军啊把凶手给逮住了。啊？这逮住了？说，你二人为何一大早便急匆匆离开客栈？将军，我们行程紧张，耽搁不起，早早出门也是怕搭不上第一趟船。本将军不是说过吗？在没有查到凶手之前，谁都不许离开。你们胆敢把本将军的话当耳旁风，私自出逃，是不是心虚啊？将军，是民妇之意要走的。自从昨日这里发生了2起命案，民妇一直担惊受怕，所以就一心想离开这是非之地。可谁知，这船家今早突然就不见了。那我们是跟凶手被困在一起啦？迷迭香。果然又是迷迭香。好端端的，迷迭香怎会凭空出现？我就知道，凶手啊断不会善罢甘休。你们等着瞧，一炷香后定有命案发生。完了！这5级客栈要变成无命客栈了呀！傻子才坐这等死呢，咱们扎个法子渡河吧。好，我再说一遍，在没有抓到凶手之前，谁也不许离开，否则以凶手论处。江孙摇落暂逢秋，旷世闻君独远游。天之亡我和杜维啊，这就是5等之命数。未曾同生，却要共死。你这人可真够丧的，还没死呢就急着拉上垫背的。况且人家都是拉一个，你倒好，一拉一窝。唉，此香虽不期而至，却并未开燃。感情是凶手故弄玄虚。夫人猜的没错，这血魂灵之香果真是个障眼法。少说2句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
好在一时半刻我们尚无性命之忧。既然迷迭香能从天而降，那燃之有何难？只是不知到底是拜谁所赐。得给我从实招来。昨晚杜大人案发时，你们各在何处？可有他人为证？啊，我和夫人当时都在房间里，他是我的证人，我也是他的证人。学生，也在房中，未有人证。民女当时正在后院摘菜，不曾见过谁。小的没有人证，但是有画上。当时小的听了公孙公子的建议，正在祭拜媚丹峰呢。小明和展少侠说完知心话后，便回房思量起抢亲大事。这不，屁股还没坐热呢，就突然听到一声鬼叫。于是，行了，后续就不必说了。下一个，总算轮到我们啦，回将军。杜大人死前，包公子正和我们聚在一起呢。银票的事不都掰扯完了吗？你等还聚在一起做甚啊？莫非你们也想去做江洋大盗？包公子是问我们，学生是想问水姨，为阿策说媒的事儿。哦，不知南姑娘意下如何？民女，我等不欢而散，恰逢杜大人遇难，便一起赶过去。胡掌柜呢？胡掌柜在何处？将军，小民先前见胡掌柜往血魂林方向去了。血魂林？适才我等聚首一堂，然唯有一人不在。你是怀疑这只迷迭香是胡掌柜所为？学生认为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但此案兹事体大，学生不敢做负心之意。方才学生孤妄言之，将军且孤妄听之。那依你所言，神说鬼话不足为信，投注之疑不足为虑。那么好，就由你来去伪存真，看看胡掌柜是血魂林里的冒失鬼，还是这无极客栈的白日鬼。将军，听胡掌柜的意思，杜大人出事之前，此小儿曾在其房外溜脚。赶巧的是，胡掌柜刚指证你等不久，便避之若美。莫非他是担心他自己也将步入杜大人的后尘？将军正气凛然，威震四方。胡掌柜若是真发现什么，必定会禀明将军。香有在燃时，人无重生日，你等好自为之。包拯，你切莫空负了你那一个“整”字。是。哎，待会儿那坛酒给我送到屋里去。我跟你说话呢。你给我过来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那个上官将军就是变着法儿的刁难包大哥。哎，包公子你放心，这儿有我罩着您，您想做什么尽管撒手去做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向别人提起。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？可胡掌柜此时会在何处呢？鄙人以我那得意之作担保，胡掌柜定是在血魂林。一个字还没写呢，你得意的够着急的。不急不急。好了，为防万一，不如我们分头行动。阿软，你留在客栈守住迷迭香。你二人去客栈附近和岸边搜寻，而后与我和阿策在血魂林会合。还真要去血魂林啊？那地方诡异的很啊！哼，你要是害怕，千万别跟来。啊，不是，你走不走？包公子，我不怕。
公子，我们寻遍各处，都不见胡掌柜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只剩血魂林了。包公子，先等一等。哎呀，总算是见到这所谓的血魂林了，当真是寒气逼人，晦暗无边啊！说的像你第一次见似的。公子说的没错，我来客栈不过1月，此行确实头一遭。怎么不见胡掌柜？包大哥，你忘了封魂白骨沙？自然没忘，不过我们一路跑来，不见一人。胡掌柜，此时此刻一定就在血魂林中。包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包公子，你脸上血！包大哥，你该不会是中了封魂白骨沙吧？包公子，你可千万不能死啊！你若是死了，我你要是不会说话，就少言语。等一下，你们先不必惊慌。我身上未觉不适，应是刚刚突然狂风大作，血水随风而来。啊！林子还没进，就先来一阵腥风血雨。这血魂林果真名不虚传。见血如见尸，你们说里面死的不会是胡掌柜吧？既有血风，便有肉欲，只是这血液腥气寡淡，并不比人邪。最怕的是，虽然腥气寡淡，却杀气渐浓啊！哎呦，包公子，咱们这个光棍不吃眼前亏，还是赶紧跑吧！这血字呼啦的是什么呀？此鸟身形似恶，看样子应是刚被蚕食不久。早就听闻恶生性凶猛，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包大哥，你说那阵血雨会不会就是由他而生啊？极有可能。知鸟类百，不如一恶，精心惨谋的背后，必是大有文章。要我猜，这说不定啊，就是媚丹峰所为。听说牧野之战前，周武王曾与群至飞鸣，因此他预卜此战将会血流成海，尸积如山。眼前这恶，十有八九也是不祥之兆啊！真的？别的不说，你妖言惑众的本事倒是得了胡咧咧的真传。哎，好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找到胡掌柜。救我！胡掌柜！胡掌柜！救我！胡掌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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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发生何事？救我！救我！他身体虚弱，要尽快送回客栈。但愿迷迭香还未开燃。快点！胡掌柜！包公子，我们先回房了啊！好。回来了。为何寿不吐香改吹箫了？这是上官将军想的法子，如此一来，燃香之人便无坚可肆。一旦凶手杀心已决，岂是一支竹箫能困得住的？你说，
胡掌柜是血魂林之案的凶手，还是继信人的下一个目标？哎，我记得杜大人房中的窗户上有一个洞眼。应该是和作案手法有关系。有没有可能凶手一直在房间里，等众人闻声赶到时，趁机混入人群？你们看见最后进房间的是谁吗？是胡掌柜。那如何解释窗户上的洞眼呢？许是不慎破损，或存留已久。杜大人临终惨叫，绝不是无中生有，而案发当时又无人从窗门出入，因此凶手极有可能与杜大人共处一室。可回想房中细枝末节，仍有说不清道不明之处。想不通的事情，就暂且放一放吧。可我还是认为此事至关重要。公司那个阿瑟，你没事吧？呀，公子，你就这样扑倒在人家石榴裙下，还叫人怪不好意思的呢。南天竺，快起来吧，地上凉。敢问南姑娘，这根细绳是从何处得来的？这是我刚刚在胡掌柜那里看见的，我见他精细坚韧，便拿了过来。我公孙大哥怼天怼地，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，你等着吧。我只是无聊，在走廊上系个绳子玩，谁知道他不看路？人家可没对他做什么。非要让我拿出证据你才肯认是吧？南姑娘，我寻了半天，只翻出这根绳子，你看成吗？公子，我去拿药箱，诊治胡掌柜。我和你一起。不是，这绳子你还要吗，南姑娘？他只是惊惧过度，并无大碍。胡掌柜醒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您方才从血魂林出来后，突然昏迷不醒，不知您所欲何事？我去过血魂林。清晨血魂灵一醒，胡掌柜不记得了？嗨，那鬼林子我躲还来不及呢，怎会自己跑进去送死啊？那杜大人死时，胡掌柜身在何处？我昨天
一整天都在客栈的大堂里。杜大人死时，所有人都赶去了，您是最后一个到达案发处的。您是否还记得，当时谁没有出现在客栈的走廊和楼梯中啊？好像所有人都经过了呀。您确定？确定。您这里曾有一根坚韧细绳，您是从何处得来？应是打扫房间时捡到的。哪个房间？哎呀，客栈里人手少，我每天这么多琐碎的事儿，哪里还记得清这个呀？您若是想起来什么，一定要及时告诉我们。啊，一定，一定。我知道你是谁，虽然你换了张皮，但我知道，那就是你。胡掌柜以为这话是何意？这莫不是那句皮影戏里的戏词儿？多谢指点，胡掌柜好生歇息，我等告辞。啊，嗯。不愧是胡咧咧啊，开口闭口尽是话。胡掌柜有意东遮西掩，瞒天过海，定是与血魂林之谜有关。你怀疑细绳的主人就是凶手？只是一个猜想，尚不确定。当下还是先向上官将军复命要紧。照你们的意思，只是走了一趟血魂林，转眼的功夫，胡掌柜便得道升仙了。回将军，胡掌柜只是失忆而已。这凶手简直胆大包天，连本将军都敢算计。看来此人早已和传家串通一气。敢问将军，您于此时驾临无极客栈，是否为翰林学士失踪一案？不错。若是如此，您为何不隐瞒身份调查？你怀疑本将军吗？学生不敢，学生只是担心凶手因惧于将军威严，而更难露出马脚。你甭忽悠本将军了。凶手若有畏惧之心，还敢在本将军眼皮子底下行凶。话说回来，你等与胡掌柜共赴血魂林，为何你们安然无恙，可他偏偏却傻了？回将军，我等虽至琳琅，但并未深入林中。待遇到胡掌柜时，已为时过晚。况且胡掌柜之词尚不能全信，依学生之见，胡掌柜之言颇有欲盖弥彰之嫌。即便如此，此案也无需旁人欲速带跑。别以为寻回了个胡掌柜，你等便可恃才放旷。小心京城还没到，你们二人便落得了个闻过是非的美名。学生明白了，方才是吾等妄言。切记，少年得志，贵在自识抬举。是，将军。退下吧。你们回来了。这又是什么鬼画符？小心点，别弄坏了。这是安仁姐姐刚画的驱鬼符。
上官将军适才叮嘱我们，不得再干涉此案。啊，好一个令行禁止，明摆着得意忘权，翻脸无情负心汉。也不知这上官将军结了哪门子孽缘，一会儿是沈寒口中的入眼人，一会儿又是你嘴里的负心汉。看来这一手遮天的未必扯得过信口开河的。包大哥在想什么？我们好像被凶手置身于一座迷魂阵中，每个人都走不同的路线，但都会通往同一个出口。那么这个出口究竟是什么呢？什么意思啊？首先，究竟是谁引我们来的血魂林？又是谁给我们寄的匿名信？其次，如今的迷迭香命案和20年前的旧案有何关联？媚丹峰的画像题诗又藏何深意？最后，凶手如此费尽心机，所做这一切的目的又是什么？目的？这凶手的确奇怪。一般的人遇到查案之人，必定会避而远之，他却主动将我们引过来，明目张胆的寻衅杀人。难道他真的不怕被抓吗？现在客栈之中，每个人身上都有疑点。沈寒错幻鬼物，是否另有隐情？江玉湖为何在杜大人死前被拒之门外？孟氏夫妇私自逃走，到底是心虚，还是心切？胡掌柜深入血魂林，又所谓何事？其他人身上是否还藏着更多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包大哥，你竟会干打雷不下雨，绕来绕去的，我又天晕了。若要细说起来，这里面的问题还多着呢。我不管谁是凶手，我现在就是想不通，他是怎么杀了杜大人，还不被我抓到的呢？此刻我最担心的是，虽有竹枭庇护，但第3支迷迭香仍会起燃，还不知会有多少人要命丧于此。包公子，包公子，包公子，你饿了吧？饭菜马上就好。你有没有特别想吃的？我给你开个小灶。不必麻烦了。哎呀，您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您若是好哪口，尽管随时告诉我，这亏了谁也不能亏了您呢。好，多谢了。胡掌柜的身体可有好转？哎呦，我有一会儿没见他了。他这人贼得很，谁知道他是真病还是装病？我才懒得管他呢。我下去等你。饭还未好，你下去了也没吃到。既然亏了谁，也不能亏了包公子。那我去吃这亏，总成了吗？阿策，他这人真怪，怎么天天气儿不顺啊？南姑娘，南姑，怎么样？公孙公子正在大堂独坐，暂无旁人。算我没看走眼，你韩惨惨果然够义气。左右我生来缘薄，与谁都是有缘无分。不如祝你们玉成良缘。咱俩不是有缘无分，而是无缘无分。不过你既然投我以桃，我定会报之以李。放心，你的终身大事包在我身上了啊！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怎可留？就你这副要死不活的模样，能留得住谁啊？万事万里皆在一个法字，情法如兵法。经我修炼多年，
6韬3略，我是滔滔不绝；36计，我自计计精通。待你拜我为师，我保你抢亲一战，势在必得。我看呀，咱们还是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的好，你说是不是？你别什么时候你的腿还疼吗？好些了。方才是我不知轻重，一见到你就只顾着心生欢喜，有道是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，还望公子收下我这份悔过之心。既是道歉，姑娘送在下猪蹄是何意啊？都说缺哪儿补哪儿，伤哪儿吃哪儿。公子爹伤的是脚腕，自然要用蹄子来补，为这可折了我不少钱呢。听你的意思，若是吃了它，我这腿就变成猪蹄了啊！恕在下胆子小，一向不吃来路不明的东西。喂，你该不会怀疑这是我偷的吧？我们可不是什么鸡鸭牛羊都拿的人，你这是看不起我们这一行。合着做盗贼还挺有身份啊！再没身份，也不比你没心没肺。我好心献提请罪，欲化干戈为玉帛，你不领情也就罢了，你还诚心挖苦我。我就是把它扔了，我也不屑与你将就。好香的猪蹄，包公子若不嫌弃，这猪蹄就赠给你了。你也不听，怎么说？多谢南姑娘。劝你都是为了你好。阿聪，咱们可得少说话，知道吗？看青天在上，大道苍茫，怀一份信念，志在四方。说少年轻狂，却偏爱去闯，一路妖魔，又能怎样？揭开迷离的真相，盘根错节的过往，断案何须要公堂？铁面丹青也有儿女情长，曲折离奇，我便步步推理，难情难断，我有清醒逻辑。茫茫乾坤，狂争着朝纲，不负权贵势力纲常。花花世界，无欲则刚，却是大步不平伤。